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谁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被恨弄脏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突然想吃苹果，你记得吗？你在医院削苹果给我吃，结果越削越小粒。你不要再装了好不好？我装什么了？婉如，我知道你记得的。我知道你记得你被明德，你可以不要骗你自己，不要骗我，可以吗？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真的不记得发生过的事情了。你记得的。那你刚才在小贩生意做什么？你说。对不起。婉如，婉如，婉如。OK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可是你这样逃避下去不是办法。难道你要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让全世界为我担心或难过吗？你是心理医生啊，你很清楚的。你这样子压抑下去，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。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去面对，好不好？我不要面对，我希望可以永远忘记。我每次一闭上眼睛，就会看到那个恶魔的脸孔，不断地折磨我、侮辱我。我很怕，我真的很怕。叶婉如，你不要再怕了。那个家伙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再来伤害你了。自从我醒来之后，我每天都从噩梦中惊醒。我真的有，我有很努力的告诉自己没事了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还是很怕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自己好脏，我觉得我自己好脏，我好讨厌我自己，我好讨厌我自己啊！婉如，还有我可以照顾你的。你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了，不要逼我！不要逼我了，不要逼我了，你不要逼我了！有我在，有我在。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你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情。
吃。妈，你看，有咕老肉、蒸鱼、炖鸡汤，都是姐最爱吃的。妈，你偏心哎。姐姐刚刚出院呢，当然要宠一宠她啦。跟姐姐这样计较。爸妈，你放心，我的未来姐夫呢会好好照顾她的。你说话小心一点，谁是你未来姐夫了？欧阳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考虑什么？你被人抓走时，欧阳不知道我都。婉柔啊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上班？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也不需要刻意避开这个话题的。那些事有什么好提的？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，只要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一定会很快的振作起来的。真的不愧是我姐姐。当然，你别忘了我是心理医生，如果不懂得调试自己的心态，又怎么去辅导别人呢？现在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和你们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咦，还有欧阳哦。我下个星期才回去上班，这几天你来我家吃饭，我亲自下厨哦。欧阳，你走运了，姐亲自下厨哎。你亲自下厨，东西可以吃吗？喂，你对我的厨艺那么没有信心啊？欧阳，他可是我徒弟啊，批评他就等于批评我。Sorry, madam. 不能让他们担心的，不能让他们担心的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一定会坚强起来的。酒是不能消愁的。你这样喝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觉得自己很天真的，我以为帮受害者伸张正义，他们就没有事情。伸张正义了又怎么样？他们心里的创伤永远都抹灭不了。每次发生惨案，我看了新闻2-3天，心里就没有事情了。可是对他们来说，是一辈子的痛苦。婉柔她已经恢复记忆了。没有，你以前不是一直说正义还在吗？正义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没错，对那些受害者来说，也许正义是来得太迟了。可是我们不继续抓犯人的话，那以后会出现更多犯人，那是你想要看到的后果吗？婉柔现在最需要是你的支持，你继续消沉下去，她还能依靠谁呢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就算你帮不了她，至少要多关心她，最起码让她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支持她。请问张少奇在吗？他在急救室。一身痛，一身痛。你没事的。微笑，没事的啊。痛。是的，微笑。痛。等一下。警察，重案组，有一宗谋杀案，想请你协助调查。
谋杀案。上个星期，一个叫柯明德的男生被谋杀了，你们有什么印象？柯明德，那个变态杀人魔，对吗？没错。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柯明德原本已经被逮捕了，可是后来却在医院范围内失踪了。我们在他失踪一带找到温度计，不过已经确定属于你的。我相信你们也查到，在柯明德遇害那天，我不在新加坡。那你在哪里？我在香港。请问你为什么会去香港？我去出席朋友婚礼，顺便去旅游。那不好意思，你能不能解释你的温度计怎么出现在命案现场呢？我是不小心掉了温度计，可是护士在医院里不见了温度计，是件平常的事啊。警官，你们不会为了一个温度计而怀疑我跟这起命案有关吧？啊？你这些照片都是在中东拍的吗？对啊，我到那里去当医护人员。你为什么会去那里工作？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前任女朋友分手了，想冷静一下心情，所以去当义工。警官啊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得先走了。谢谢你。打扰。从表面迹象来看，张少奇似乎和柯明德这宗命案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调查他的背景，你将会发觉，其实他和 Ryan 有很多地方都很相似的。最明显的是，他们两个人曾经在中东逗留过一段日子，所以绝对不能排除他们可能认识对方。单身独居，在本地没有什么亲人，这背景跟 Ryan 的很相似。我们一直怀疑 Ryan 的同党是医院的职员，张少奇刚好符合这个条件，我看他的嫌疑真的很大。当然，还要再深入的调查这个人，希望能找到确凿的证据，才可以断定他们两个是同党。Ryan 的神秘组织一直让我们处在下风，从开始到现在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。我们先不要管张少晴和 Ryan 之间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蛛丝马迹。没错。秘书安排人手，24小时监视张少奇，有什么动静马上报告。Yes, madam. 我们刚才审问张少奇，都找不到任何破绽，你为什么还怀疑他？我觉得他不是个普通的护士。刚才我们在急救室的时候，其实他早已经注意到我们了。他是透过镜子看到我们的，一边看着我们，一边为病人打针。这表示他根本不用看着病人的脉搏，也知道脉搏的位置。这么熟练的手法，护士当中没有几个。你想想看，在拯救病人那么紧急的情况下，他却留意到我们。这代表他警觉性很特殊。不过他以前在中东当过手术助手，有这种过人的反应，不会太稀奇。还有，我们在问话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太冷静了，他似乎好像准备好答案给我们了。这证实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不能代表什么。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。他给我的感觉太像Ryan，他们两个太相似。警方今天来找我了，虽然问不出什么，但我看得出来，那个迪伦已经怀疑我。你的处境很危险，暂时还是按兵不动。不用太紧张，他们不可能找到我杀死柯明德的证据。不要轻敌，总之小心一点。警方若有什么动静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放心，我应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说那家伙在搞什么鬼啊？整天对着电脑。他会不会是在和别人沟通呢？是怎么样？也不知道跟谁说话，也不知道谈话内容。查了几天，什么都找不到。你先别急，如果他真的是神秘组织的人，他迟早会采取行动。
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发呆啊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今天是第一天要回去上班，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所以在调试心情。你又何必急着去上班呢？不如多留在家里休息几天才回去吧。啊！我真的没事了，能回去上班就表示我可以重新投入正常生活，你应该为我开心嘛。可是妈，你不必太担心，只要你们对我有信心，我才能更快的恢复起来啊，要不然我反而会为你们担心的哦。婉如，你一定要记着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，因为你是妈妈最宝贝的女儿，知道吗？我会的，因为呢，你也是我最宝贝的妈妈。温医生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温医生，你好脏啊！温医生，温医生，我没事。温医生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你脸色看起来好苍白，是不是不舒服？为什么你们都认为我有事？难道我一定要有事才算正常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温医生，这是病人的资料，他已经在外面等了。你请他进来吧。温医生，请坐。坐。你叫赵宝强。我大略看了你的资料，你3个月前才出狱，对吗？是的。我以前强奸了一个14岁的女孩子，结果坐了14年的牢。希望我能怎么帮你呢？我很恨我自己。怎么说呢？我以前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，坐牢是我应得的惩罚。出狱之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
我要重新做人。那很好啊。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年纪小的女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有股冲动，想去接近她们。我一直控制我自己，我真的很辛苦。我也知道那是错的，可是我的身体里面好像住着一只恶魔，它不断怂恿我去犯错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关系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你愿意把事情详细的告诉我吗？我必须深入了解你的过去。那时候我24岁，我就认识了他。他很天真，很可爱。我一看到他，我就很开心。我很想接近他，有种冲动，想要拥有他。可是他不愿意，他一直说不。可是当我听到他说不的时候，我竟然会感到很兴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最后我强奸了他。后来他跳楼自杀死了，是我害死他，是我的错。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温医生，求求你帮帮我。温医生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我吓到你了？不，你没有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请继续啊。我们下次见面再聊。好的。刚才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赵先生，真的不关你的事的，你不需要道歉。那我们下次再见面。嗯。要不要吃别的？我去拿。不用了。你试看他们甜品很好吃的。你今天很细心。不止今天，明天、后天、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很细心照顾你。不如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出国，好好的玩上1-2个月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明天我马上拿假期。我知道，可能拿1-2个月假期他不肯的，没关系啊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会拍他的马屁，不跟他顶嘴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如果他不肯的话呢，我会跟他说“托图马拿斯”，他就肯了。我们去法国好不好？皮萨铁岛很雄伟的，你都没有纠正我。你说什么？皮萨铁岛不在法国吗？以前我说错话，你都会纠正我。是吗？没关系，好了，就这么说定，我们去旅行。以后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谈吧。或者吃东西吧。
反正还早，我们到处走走好吗？我们去看电影，吹海风，还是要去听歌？不要再这样对我了好吗？你不用对我那么好，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迁就我，我觉得很有压力。我什么时候给你压力了？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需要把我当成一个受害者，或者是一个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人。不要你的同情，我只是想你把我当成正常人一样看待。我知道，我也想让你知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就是不想你一直安慰我、同情我，你明白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每次这么做，都是在提醒我过去所发生的事情。我觉得我自己根本配不上你。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从来没有介意过的，真的。但是我介意啊！我觉得我自己很脏，我根本配不上你，我很讨厌我自己。好，你要我怎么做？你要我怎么做都可以，真的。就算你现在答应我，什么都不做，但是你还是会忍不住关心我、同情我的。我就是不想这样，你明白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什么都不要说，我们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，有事没事都吵架，好不好？不可能的，你明知道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我们没有试过，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我做不到啊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们暂时不要见面，给彼此一点时间和空间，好吗？你没事吧？欧阳、迪伦、张少奇刚刚下楼，交给你们了。收到。小姐没事。自己插。不要动！你这个人渣，这个禽兽！你先别担心，你孙女儿没事的，放心，没事的，她没事的啊。喂，护士小姐，那小女孩没事吧？还在急救中。喂，她不会死吧？你是让她死啊？喂，不关我事啊，是那个小女孩自己闯红灯过马路了，不能怪我嘛。你开快车又讲电话，不怪你怪谁啊？怪谁啊？不要走动！哎，医生，我的孙女怎么样？她没有事吧？病人的脑部严重受损，加上失血过多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，护士，喂，你们都是我的证人啊！是那个小女孩自己过马路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你们一定要帮我作证啊！你刚才不关你的事！你听到没有啊？你小心一点，我会告你的。
张少奇对待这个 Leonard Zhu 的反应好像过火了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张少奇根本不认识那个少女，为什么那么激动呢？还动手打人。就算是见义勇为，他的举动也太冲动了，不像平时冷静的他。你去查一查他的背景，或许他跟这个 Leonard Zhu 有过节。Yes, 哎 ，Madam， 你有礼物，又是胡医生送的。好羡慕哦 ，Madam， 你有一个那么疼你的男朋友，要好好珍惜，不要错过喽。我先出去做事了。今晚好像喝很多酒，心情好嘛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值得庆祝，说是不是？婉柔啊，你跟欧阳吵架了，你整晚只顾着喝酒，话也没多说两句。平时的你很健谈，不停地告诉我关于欧阳的事。我跟欧阳很好，是你想太多了。我们到底是不是好朋友啊？当然啦。那有什么事说出来啊？欧阳对我很好，可以说是太好，这让我感到很重的压迫感。你也知道他很关心你，很紧张你。我知道，是，我又不想他对我那么好。老实说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样。也许是我太任性了吧。欧阳，真的是无辜。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顺其自然。好了，别说我了。那你呢？你跟细冲怎么样了？我知道他对我很好，一直在等我。不过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他，因为我害怕被自己信任的人伤害。你对他有感觉吗？既然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大胆的接受他？小倩，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了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幸福就在你面前，需要你去把握，不然它就会溜走。不要再让自己的人生增加更多的遗憾了。你先回去吧。不用我陪你吗？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。那好吧，我走了，小心一点，拜拜。
如果你不伸出你的手，就算我费尽心思，我也只能够在岸上看着你。小倩，你有事找我吗？进来坐吧。随便坐吧。喝点红酒好吗？来，谢谢你。你也蛮喜欢拍照的嘛？这些都是在中东的时候拍的。其实，我还拍了很多照片，是要送给你的。怎么这么多天空的照片？总共是297张的天空。干嘛都是天空？我在中东的时候，每当我想起你，我就会把当时的天空给拍下来。我在中东297天，就拍了297张，每一张相片都代表了我对你每一分的思念。11月25日，你的生日，当时我没办法给你打电话祝福，就拍下了这张照片，希望能够把这美丽的黄昏当作礼物送给你。李叔，出来了。
去死吧！记在这心脏，将一秒撕开诡异的光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神斗一样让他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。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